小可爱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汤。还记得去年夏天，乐队的夏天成功出圈，口碑与流量双丰收。隔壁的酷紧随其后做了一起乐队吧，芒果那边做了我们的乐队，但是都水花不大，口碑也一般。今年夏天来了一档新的乐队综艺《明日之子乐队季》。明日之子简单来说就是选 solo 歌手的综艺，寻找有个性、有才华的音乐人，打造属于他们的偶像厂牌。现在第4季大改版，做成乐队选秀，组建一支有实力、有态度的5人乐队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是一脸不屑的，2、3季都那么糊了，怎么还要做第4季啊？乐队类综艺连续2档破盖，怎么还要做乐队综艺啊？但事实证明，期待度越低，越能收获惊喜。明日之子乐团季，我简称名字4吧。它为什么好看呢？首先是作为一个选秀节目，它的选手有辨识度，节目打出热血高校的设定，40个参赛选手是身怀才艺、性格各异的快乐男学生。在这里有名校学霸，有孤僻怪咖，有意气风发的打鼓高手，也有不得志的独立音乐人。有人说选手们丑，天啊，我是只看颜这么肤浅的人吗？我还真是。奈何这群大男孩的人设、性格和舞台太有记忆点了，比如这个唢呐弟弟严永强，他用唢呐吹了一首欧美电子乐，瞬间把场子变成蹦迪现场。弟弟用传统民乐乐器和西方流行曲碰撞出了新奇的火花，连朴树都笑开了。而且他说，大多数人心目中唢呐就是个送人走的乐器，他的愿望是有一天可以用唢呐写一首情歌，跟喜欢的姑娘告白。加油，弟弟，你可以的！还有这个奶拽小哥杨润泽，表情拽拽，长得又很嫩，态度和长相形成反差萌。第一首歌唱 funk， 把现场气氛带嗨；第2首唱抒情歌，嗓音清亮带着磁性，和前一首歌又形成了反差萌。这个弟弟叫沈正博，因为脸中央的深色胎记，从小被嫌弃孤立，形成孤僻的性格。接触音乐之后，才由自卑变得逐渐自信。还有几个技术惊人的选手，呼麦小哥一开口我就惊到了，这是人类的喉咙可以发出的声音吗？除了人设、性格有记忆点，赛制的设定还非常有戏剧性。名子4的赛制是出舞台后组成2人小队，出舞台获得导师5星或6星肯定的人会成为 F-Man 分别有1次和2次选队友的机会，有看中的选手就可以去告白席跟他告白，发出组队邀请，被邀请的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，这就是非诚勿扰校园乐队版，有没有？在这个规则下，有趣的故事发生了，好玩的 CP 诞生了。首先是这位胡雨桐同学，技术很牛叉的6星鼓手，说话自带霸总气质。他的组队宣言是：等一下，我这辆车你要谨慎上车，你上来了我就不许你下去了。第1次选人，霸总选了马头琴同学，马头琴想和另一个民族乐器手合作，我们的霸总惨遭拒绝。第2次选人，霸总选了大提琴同学，大提琴是个性格内向腼腆的弟弟，被选中的当下惶恐不安，表情凝重。物理霸总表示：我不是什么强势队长，将来我们想走什么风格你定。面对霸总的温柔攻势，大提琴同学支支吾吾，表情很苦恼的表示：我为我们的乐队选了一位主唱，之前答应过他了。霸总愣住，然后微笑表示理解：行，你去吧，哥明白了。连续2次吃瘪的霸总惨被留局，只能进入自由组队环节。旁边组队完成的吃瓜群众纷纷表示太虐了。喂，你们怎么还磕起来了呢？作为被剩下的人里分数最高的，霸总又可以率先选人，他不甘心，他又跑去找大提琴同学：你刚才紧张什么呀？说都不会话了。他直视大提琴的眼睛，问他想选的主唱是谁。大提琴说出了主唱的名字，我们的霸总表示：你喜欢他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大提琴又开始支支吾吾，害羞脸红。霸总见状转身走向主唱，对主唱说：我的大提琴，他心中的主唱是你，你知道这事吗？大提琴在那边不知道霸总和主唱在聊什么，他开始担心：天，鼓手是不是要抢我的主唱？他抢了主唱，淘汰的就是我了呀 ！Oh no， 我的傻白甜弟弟，人家要的是你呀！这边我们霸总无法说动主唱放弃大提琴，又一次惨遭拒绝。霸总开始生无可恋，吃瓜群众建议他去找唢呐弟弟。我们的霸总第4次出击，但唢呐弟弟硬气的表示：我希望你直接上来选我，而不是大提琴没选到再来选我。唢呐弟弟拒绝成为替身。天哪，什么最好看？当然是看霸道总裁吃瘪呀！可怜的霸总被拒绝4连，事态逐渐脱离了他的掌控。这个时候，角落传来一个怯怯的声音，叫住了霸总。霸总转身看他，问道：刚才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吗？小白花主唱仰头，一脸诚恳，勇敢表示：我的音乐能力没有那么强，但我想跟你组队，我会努力做好。霸总被他打动了，歪头微笑表示：那我们就试试吧。兜兜转转老半天，我们 A 班的霸总鼓手终于找到了他命中注定的 F 班的袁湘琴，2人牵手成功。
其实早在霸总四处碰壁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白花主唱就在一旁默默关注着霸总热。短短15分钟，我仿佛看完了一集偶像剧。希望后面几期霸总、小白花主唱和大提琴的故事还能继续。磕死我了，磕死我了，磕死我了！除了这段错综复杂的偶像剧，其他同学的组队过程也宛如非诚勿扰现场。性感模特主唱看上了大眼鼓手，不是因为鼓手的技术有多好，而是他们私下聊天，兴趣爱好非常合拍。欧阳娜娜问大眼鼓手愿意和模特主唱组队吗？在主唱的温柔注视下，鼓手羞涩回答：我愿意。他们对彼此的欣赏十分敞亮，所以表白环节也不会做作油腻，有一些属于毛头小子的冲动，看起来反而很有趣。比如获得6星的吉他小哥非常喜欢一个贝斯小哥，贝斯表演完之后，他就冲上去抒发爱意，结果惨遭贝斯手拒绝，表白遭拒，吉他小哥当场愣住，连导师都吃惊的询问原因，贝斯冷酷表示喜欢才需要原因，拒绝不需要原因，连朴树都觉得遗憾，表示你们2个很配，可以互相弥补。朴树话音刚落，吉他小哥再次冲上去大喊：如果1次选人不够，那就选2次，我把2次机会全用来争取你，我只要你。贝斯小哥最终被打动，答应了他。吉他小哥花2次机会表白哦，不是组队，就是少年人独有的中二和热血呀，其实就是磕到啦。选手们负责青春中二、迷之热血，导师们撑起了选秀节目的专业性。4个老师分别是钢琴家郎朗、2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、朴树、邓紫棋，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专业点评言之有物。还有2个实习老师周震南、欧阳娜娜，阵容专业和流量兼具。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朴树老师，朴树在其他节目里是一副为了生活恰饭的样子，12点一到立刻回家睡觉，也不管节目录没录完，非常自由的灵魂。但名子4中的朴树老师不太一样。他全程非常开心，看着这些青春有才华的大男生，他眼睛里有光，话也变多了。有一个选手唱了他的声如夏花，朴树在下面情不自禁帮他唱和声，非常动人。他会毫不吝啬地表达他对选手的欣赏和喜爱，面对他不喜欢的曲风，他表达意见也不忘温柔安抚。我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类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讨别人喜欢，你自己舒服就 OK。据说朴树老师原本只是飞行嘉宾，结果录了3期之后就不想走了，请了一整期节目。所以节目组真的为了朴树调整了录制时间吗？这次朴树老师还是12点回家吗？总的来说，名子4区别于其他国产乐团选秀的优势是：第一，它不走高端技术流，热血高校的概念接地气，反而让观众放低了期待，就是一群爱玩音乐的男同学的快乐切磋。这群大男孩有些确实业务能力很不错，带来很多原创作品，有想法有才华，其中不乏创意鬼才，有的用传统民乐和西方流行曲融合，有的把创造101主题曲改编得很高级，剪辑不制造焦虑，不营造紧张感，节目中传达出包容的价值观，导师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，没有引导选手竞争，让选手们充分展示个性。选手们在镜头前略显青涩，笨笨的，不熟练的，演奏的时候却神采飞扬。从这群选手身上，观众看到了勇气、才气、少年气。老师和学生会一起切磋情谊，课间休息，老师会忍不住冲上台练琴，氛围轻松随意。第二，他赛制合理，群像做得好。组一支乐队，除了专业素质过关，队员们之间的默契也非常重要。名子4的赛制是靠选手们自由组队，互相看对眼了就可以在一起，导师不干涉他们，把重点放在选手身上，而不是全靠导师炒话题。大男孩们个性强烈，人设有记忆点，喜欢就勇敢表达，不喜欢就直接拒绝。于是组队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偶像剧情节，这样真诚不做作的样子才打动人呀。看个音乐节目，有好听的歌，还能有故事线磕 CP， 我爽到了。40个选手里有其他选秀节目出道过的人，比如廖俊涛，明日之子第1季独秀赛道的选手，初登场的谁，惊艳导师，只弹吉他技巧高超，后来遗憾止步前9，全场惋惜。现在重回名子4，凭借过硬的音乐实力，获得老师们的6星好评。有才华的人总有一天会被看到。煽情之后的落点是积极励志，而不是尬催泪。名子4就像夏天一阵沁人心脾的风，像一口清爽的冰汽水，让人感觉很快乐，很有趣。写这期文案的时候，节目的豆瓣评分还没出来，全网热度也比较低。激情写稿的我一度战战兢兢，生怕又要毒奶，毕竟目前才更新2期，不知道后面节目会怎么打造舞台。希望这样一群可爱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做出更多好听的音乐，传达更多元的态度呀。之前有人嘲讽我精神韩国人，说我只会夸韩国综艺。天呀，我做了那么多冷门国综案例盘点，虽然播放量不高，但我一直坚持在做呀，就夸了那么几期韩综，你们是不是吓人？好看的国综我是非常乐意做自来水案例的。好了，今天蛙妹就讲到这里。哦对了，龙丹妮女士，请给我打宣传费，谢谢。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1键3连支持蛙妹呀！关注哇哇蛙妹，蛙妹在这里等你哦。